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神仙对决，肖战赵又廷新剧同日上线，两大王牌正面较量。6月18日这天，央视8套黄金档的观众怕是要面临一场幸福的烦恼。正午阳光憋了10年的谍战新作《谍报》上不封顶，撞上了豆瓣8.5分医疗剧续作《问心2》。同一个晚上19点30分开播，一边是肖战穿48套定制西装在1948年南京打金融暗战，一边是赵又廷刚从贵州回来就坐进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办公室。这种排播撞车在央八历史上都不多见，两边的制作体量、卡司厚度、剧本体量都在同一量级，谁抢下的家庭观众更多，谁就赢了一半。观众要做的就是当晚19点30分准时打开电视或 APP， 在两家之间做个选择。央八作为国家级播出平台，黄金档的排播向来谨慎，能让两部大剧在同一窗口首播，本身就意味着两边都拿到了顶级资源的入场券。一边是杀青许久，预约量突破200万，双端预约超216万的谍战剧，一边是筹备3年，粉丝催更催到靠弹幕催出来的医疗续作。这种对打不是谁要打败谁，而是2026年国产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品质对撞。观众当晚的选择会直接决定这两部剧后续的宣发风向和平台排期倾斜度。在谍报上不封顶里，肖战饰演的任少白表面是1948年南京国防部里一个游手好闲的金陵阔少，上班吃点心看报纸，下班喝茶逗鸟逛舞厅。很多人第一眼看到预告会懵，这不是谍战剧该有的男主配置。可这个角色最狠的地方就在于此，他最大的武器就是所有人都觉得他没用。国防部里人人都把他当成靠家里背景混饭的花瓶，情报往他面前过他都不抬眼。酒会上喝多了靠在沙发上打盹，可那些漫不经心扫过的文件页码，醉醺醺碰倒的茶杯，看似随意提到的一条采购渠道，全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推。任少白的真实身份是代号1207的中共地下党员，已经在敌人心脏里潜伏了整整7年。7年意味着什么？不只是没有任务那么简单，是你知道自己是谁，却不知道身边谁还活着，谁已经被策反，哪把椅子上装着窃听器，哪杯茶里可能下了药。他连紧张都不能表现出来，因为紧张就是破绽，破绽就是死。这种状态下，呼吸都是演给别人看的。如果你印象里的谍战剧全是追车、枪战、跳楼逃生，那这部剧会刷新你的认知。任少白不搞武力突围，他搞的是账本博弈、汇率操纵、债券伪造。1948年金圆券已经处在崩盘边缘，任少白借着义庄军饷贪污案核心上线接头，用伪造账本操纵黑市汇率，从经济层面瓦解对方系统。一份看似普通的德兴管焖猪蹄外卖订单，背后可能是一场用金条换情报、宴请金库守卫的精密布局。情报传递方式也玩出了新花样，密文藏在昆曲唱词里，算盘珠子的波动节奏用来计算火炮弹道，钢笔墨水配方能当密码本使用。剧组为此查阅了中央档案馆300多份历史文献，发报机的型号、档案局的钢笔品牌全部按当年史实还原。一搭建的国防部大楼和金陵街景，让整部剧的视觉质感可以直接对标伪装者。这个角色不是光靠帅就能撑下来的。剧组要求肖战减重15斤，让整个人看起来更薄、更锋利，符合长期潜伏者那种紧绷又消瘦的状态。他练摩尔斯电码练到手指磨破，确保发报桥段的指法不出戏。
48套西装全部按1948年南京富家子弟的真实着装复刻，金丝眼镜、复古皮鞋、丝绸衬衫这些细节一件件抠到位。导演张开宙评价他精准拿捏了纨绔与隐忍的反差。预告片里有一个镜头特别戳人，前一秒在酒会上谈笑风生和人碰杯，后一秒走进洗手间关上门，笑容瞬间消失，眼神冷得像结冰的刀锋。那一刻观众才能感受到，一个长期潜伏的人最累的不是行动，而是要持续不断的演。他配得上这样一个复杂的角色，前提是成品上线后剧情节奏能拖得住他的表演。剧里和任少白产生最多交集的是周雨彤饰演的蓝又英，她是国防部电讯处的密码专家，数学天赋极高。丈夫乔明宇被官方宣布牺牲，但她不信这个说法，自己暗中搜集线索，甚至计划刺杀军统相关人员。他和任少白之间没有任何工业糖精式的感情线，不谈恋爱，不撒糖，不安排吻戏。他们最初互相试探，彼此猜忌，后来在一次次密码破译和生死传递中逐渐信任对方。这种关系在谍战剧里其实挺少见，大多数剧的处理方式是救命之恩变爱情，或者10来年暗恋终于表白。但这部剧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暧昧台词，全靠眼神和肢体动作传递意思。高级的谍战从来不是你爱我吗？而是你敢不敢把命交给我。成年人在黑暗时代里，能找到一个愿意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人，比浪漫爱情更震撼。距离上一部正统谍战《伪装者》已经过去10年，10年里谍战市场被各种快消剧、甜宠谍战、悬浮特工剧反复消耗，观众早就想看一部真正有质感的谍战剧。这次正午阳光出动的是铁三角班底，制片人侯洪亮，导演张开宙，编剧徐若欣和宫崎，这是拍出过《伪装者》琅琊榜的配置。剧集还入选了央视2026年信仰之光热血丰碑板块片单，拿下2025微博之夜微博网友年度期待剧集奖项。迪士尼还买走了12个国家的海外发行权，这个牌面在国产谍战剧里相当罕见。预约量是另一个维度的信号，优酷和微博双端预约量突破216万，刷新了优酷平台谍战剧的历史预约记录。豆瓣列入2026最值得期待剧集榜单第1名。在一个观众普遍对谍战剧审美疲劳的市场里，这个数据说明正午阳光的品牌号召力依然在线，肖战的转型尝试也拿到了足够的初始关注度。另一边，问心2的故事发生在第1季结局2年后，赵又廷饰演的周晓峰结束了原前医疗任务，回到东丽医院，被迫革提拔为心内科史上最年轻的执行主任。他从拿手术刀的一线医生变成管人管资源的科室负责人，曾经奉为圭臬的规矩变成了束缚，需要在初心和现实之间反复权衡。这是医疗剧很少触碰的职场进阶线，从技术岗到管理岗的身份撕裂，本身就是极强的戏剧张力。毛晓彤饰演的方小然从团队里的粘合剂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主治医师。他不再只是围着哥哥转的小尾巴，要在持续照顾他人的同时，给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找个安放的地方。毛晓彤在清华大学的心脏健康科普宣讲会上对赵又廷说：“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赵又廷宠溺回应算，一问一答精准点出了这对兄妹在第2季的核心变化。最能让老观众揪心的还是金世佳饰演的林毅。第1季里他就是东丽医院心外科的桀骜天才，第2季里他刚刚升任心外科主任，却深陷家族遗传性扩张型心肌病的阴影。他自己随时可能发病，随时可能告别手术台，弟弟林瑞的病情还在持续加重。
一个习惯了在手术台上掌控一切的医生，突然要面对自己身体的失控。这种角色弧光是金世佳最能发挥的领域。他自己透露过，第2季里他和方小然的婚后生活不一定都是美好，这句话足够让第1季的观众心里咯噔一下。第2季最大的拓展在于新角色的加入。张嘉宁饰演的欧阳达是医疗器械公司的医药代表，这个角色在以往的医疗剧里通常被处理成负面符号，靠回扣和应酬开路。但问心2试图把这个群体还原成人，欧阳达精明能干，行事边界游走于利益与真心之间。他的专业度和执着会让东丽医院的原有生态产生震动。编剧周亦菲的解释是，这个角色是伴随第2季剧情自然生成的，目的是直面社会对医药代表的刻板印象，并以坦诚的姿态探讨误解。剧里会展现当竞争对手用回扣争抢客户时，他没有跟着下水，而是靠学术讲座和病例分析赢回医生信任。他会给医生帮忙解决生活小事，建立人情，但底线非常清晰，不涉及钱。在面对患者家属的利益试探时，他也会有犹豫和挣扎，最后用医学本质回应。黄觉饰演的心外科新主任盛年带来了另一条冲突线。作为空降到东丽医院的领导，他和周晓峰之间会形成合作还是不易，是这一季最有悬念的职场线。陈冲作为友情主演继续饰演方竹清，代表医疗改革的力量，会和既得利益者发生摩擦。新老角色的交汇，让东丽医院的走廊比第1季更暗流涌动。医疗剧的真假往往决定生死。问心2给出的最硬数据是呈现超过40台手术，全部取材自3甲医院的真实临床案例，从术前评估、术中操作到术后监护，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专业医疗团队层层审核。剧组邀请了200多位医疗顾问全程跟组，其中有浙江大2院急诊科的卢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的肖正华等一线专家，10余家3甲医院和10余家国际领先医疗器械公司提供专业支持。拍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戏份时，因为真实设备价值连城，剧组专门按比例做出可互动的模型。群演里混着真正的退休主任医师和在职护士，确保每一个操作细节不穿帮。医生更衣室吃泡面，手术室门被护士一脚踹上，这些生活化细节都是从真实医院环境里观察到的。演员开拍前去医院的各个科室实习，观摩复杂手术，学习专业术语和操作规范。这种准备工作在第1季已经做过一轮，第2季是更精细的升级版。问心第1季在豆瓣拿到 8.5 分，在国产医疗剧这个赛道里属于天花板级别的存在。它不靠流量明星，不靠狗血噱头，靠真实、专业、接地气杀出重围，还拿到了白玉兰奖、金鹰奖、飞天奖的最佳电视剧提名。第2季的立项本身就有观众推动的成分，第1季最后1集满屏都是催更弹幕。柠檬影视顺势启动了续作开发，这样高起点的续集，最难的就是不被前作的光环压垮。到这里，2部剧的基本盘已经摆清楚了。谍报上部封顶这边是金融密码双线智斗，正午阳光班底，肖战的谍战男主首秀216万双端预约量。问心2这边是 8.5 分口碑基作，东丽铁三角全员回归，40台真实手术，200多位医疗顾问护航。一个走的是谍战题材边界拓宽的路子，一个走的是医疗职场纵深挖掘的路子。6月17日晚上，央视8套还会先播2集《问心》第1季精编版作为预热。6月18日19点30分正片正式开播，观众可以提前一天重温一下第1季的人物关系。当日坐在电视机前或拿起手机，
两个 APP 同时打开，两边的预告片各看2分钟，再根据你对谍战还是医疗更有胃口做出选择。